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我现在在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啊，这里也是刚才看的那个古宅旁边，就是唐阴古镇啊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很多这种柱子啊，柱子特别多。这个柱子呢，还有那个下面的柱础啊，这个听说啊，是国内现在最大的柱子和最大的那个柱础，就是那个柱子的基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介绍一下这个特别独特。我们经常看陵墓啊，看古宅啊，都知道有这种柱子，特别是我们在清西陵看啊，有很多那个楠木啊，金丝楠木的柱子。这里就不是金丝楠木啊，是其他的，但是超级大。柱子在中国古代史建筑上面是有讲究、有说法的。我们先看看这个柱子有多大，然后再介绍一下啊。这个是现存中国最大的那个柱子，还有那个柱础。就这两种啊，是全国最大的。大家可以报一下，这个柱子是2.49米，是最大的。下面这个柱础啊是2.90米，大不大？一个人肯定是抱不住的。基本上啊，所有古代的建筑啊都有柱子，保证墙、房不塌。它个柱子呢是一个竖向的结构构件，大家可以看到跟上面的横梁直接相结合。其实呢，这个柱子啊，也就是承重构件，可以这样说。柱子呢有很多种啊，有圆柱、木柱、石柱、砖柱，很多。特别我们看古代建筑史和近代史都是不一样的。柱子这么多啊，其实也有分类的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檐柱、角柱、金柱、山柱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就叫山柱。什么叫山柱呢？山柱就是在硬山或悬山式房屋建筑的山墙内，正中支撑屋顶的柱子，就这个在正中间。那个在墙边、在外面的又不一样，说法又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就讲述这个。大家看一下中间这4根超级大的柱子啊，2.49米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木柱，大家经常还能看到石柱，并且有镂空的。我记得我在安顺那边的镂空的龙那种柱子更好看，在很多地方都有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柱础，是地面和柱子中间的一个部件，这个也很有作用的。其实主要一个作用是防潮、防水。中国传统建筑啊，分为屋顶、墙柱、台基3个组成部分。柱础呢，就是位于柱跟台基之间，就我们现在看到的。这个柱础就很有说法，有好几部分。上面看到的柱顶，还有柱肚、柱腰、柱脚。它这个柱础啊有好多形状，有宫灯形、花瓶形、六垂形，我们这个就是多边形的。最早的柱子啊是直接种于地下，但是为了防止柱子的移动或下沉，这样柱础就诞生了，防潮、防腐烂吧。一开始是木头的柱子，慢慢就变迁。这个就是常说的柱础的肚子，有花纹。它是这样的，随着时代的变迁嘛，制作和雕刻工艺越发精美。因为经常我们雕刻也好，在陵墓也好，在其他地方啊，代表着文化，所以呢，这个柱础的形制啊和雕刻技术啊越来越丰富，有莲花、莲瓣、刻狮子，各种各样的，就动物、花卉都有。这个是瓜柱啊，刚才忘记说了，就用来支撑上面梁架的短柱，西瓜的瓜柱啊，也叫铜柱，童年的童。其高度啊，一般大于直径，它不长的。所以有一点呢，大家看中国古代史啊，古代建筑啊，特别有含义。就跟我们说的常说的陵墓，它上面雕刻什么，用什么规格多大的，它都是有含义在里面的。包括这些柱子啊，也是有含义的。刚才我们大概也解释过了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网上也有很多资料，包括古宅。所以呢，我最近呢，可能都会去走一走我们江西的一些乡村乡镇，拍一拍这些古建筑、古村落。